您好，昨天晚上我们谈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美国的政治正确，那其中也涉及到了言论自由哈。我的一些美国学生去中国或留学或工作或者是旅游的话呢，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他们习惯使用的 Facebook、YouTube 还有 Twitter 在中国是不能使用的，因为中国政府对中国海外的一些网站是采取了屏蔽的措施。那请您谈一下，就是作为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生活学习的过程中间所遇到的这种网络上的管制，这算不算一种言论自由的限制呢？这个吧，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在教书的过程当中，常常会碰到这样的。因为我教的课中国概况嘛，所以说学生总是会来提这些问题了啊。其实上呢，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那个学生常常会说，老师，为什么你们中国政府呢要就是关闭我们的网站呢？然后我就会和他们说，我说我们没有关闭你们的网站呢，我们只是屏蔽了那些网站。他说那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说不一样就在于呢，那个网站还开着，如果你回了你那儿的话，你继续可以看你的那个网站啊。他们说那你这样的话呢，不就是很不自由很不开放吗？为什么你看全世界的人，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不屏蔽这些网站，就中国你们来屏蔽这些网站。后来我就和他说，我说你不可以问这个问题。他很奇怪，他说那为什么不可以问这个问题？我说如果你要问这个问题，那你还要回答另外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全世界呢都没有修长城，只有中国修了长城呢？他们会说这和修长城有什么关系？我说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屏蔽你们的系统，我们就叫做 Internet Great Wall 吗？就是网络长城吗？所以说网络是一个虚拟的，既然我在现实世界修了一个长城，那我在网络的世界再修一个长城，那不是也很容易理解吗？他们就觉得原来这两者有关系。所以我说你如果要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有网络长城，你就必须要知道为什么中国修了长城。那你说所有的国家都没有这样的一种网络的这种屏蔽系统，中国有，那就是因为只有中国修了长城，可是其他的国家并没有修长城。那他就会觉得那为什么中国修长？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们觉得呢？我们中国修长城是为什么呀？那我们是为了呢抵御外敌，对不对？他们说对。我说那长城是一个 defensive 的东西，就是防御性的，还是 aggressive 的东西，就是这个叫做侵略性的呢？他们说 defensive。我说对吧？长城是 defensive。所以中国的文化是一种防御性的文化，它不是侵略性的文化。所以我们修这样的一个东西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我们并不是要去打别人的啊。这个是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所谓的我不侵略你，这就叫做呢害人之心呢不可有啊。害人之心不可有，这就是仁呢，仁就是那个仁义的仁呢啊。我说害人之心不可有呢，这是君子，可是你不要以为君子是傻瓜呀。那我还有一句话叫做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智慧的智啊。所以说呢，虽然我要做君子，我不侵略别人，但是我清楚的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小人，所以呢我要建一个东西来保护我自己。要说到开放呢，那我就问学生什么叫开放？那我们在教室里我说开放是不是就是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屋子连房顶连窗子全都拆掉，这叫开放吗？我这不叫开放，这叫露天，对不对哈？然后呢我说我们的开放是这样的开放哈，因为在北京的话呢，我一般就会走到窗边呢去把窗子打开窗子以后，我说看到没有，这叫开放，新鲜的空气就会进来。但是呢我会把纱窗拉下来，我说可是蚊蝇这些东西就不可以进来这个就叫做我又开放我又安全啊。
所以难道你没看到吗？这个整个的你在北京的话呢，很多的人家里都会有防盗门，你不能说它是不开放的啊，所以说是呢，我们一方面呢，我们是要有空气透进来，但是呢，我们要防止强盗，那么同样在网络上面，难道就没有这样的事情吗？那么中国呢，没有要通过网络去侵略别的国家，或者是要去颠覆别的国家，要颠覆别的政权。但是呢，从这个乌克兰从这个埃及，从叙利亚从这个整个的这个很多的国家陷入混乱，这个所有的颜色革命，难道中国是傻子吗？对不对？有人在处心积虑的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并没有因为这个我们去攻击你的这些网站，没有，我们只是说你在外面你就这样好，你就这样就好了，那么这是你的自由，对吧？但是我也有不受你就是这个侵扰的这种自由，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无可厚非啊，这就是一个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哈，这是一个君子的两面呀，人和志是这个双全的呀，对吧？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如果呢整个的像前苏联那样的被颠覆的时候，你以为整个中国会好吗？中国不好了，你以为全世界会好吗？所以说这是一个智慧的人做的一个有理有节有度的事情啊。再说呢，你说我刚来了中国，我就感到很不适应，那有什么呢？我现在在美国，我根本我就吃不到面条，我根本我就吃不到这个我家乡的很多的东西，那我难道我就不活了吗？入乡随俗嘛，就是这样的啊，这样的我们才有意思，这个世界才能有交流，不是说全世界都要怎样，中国就要怎样，而是呢，全世界都应该来想一想，为什么人家中国是这样的啊？所以我觉得13亿的人，然后呢，整个这个国家有这么2-3千年的这样的一个长的一种智慧哈，它必定是有它可取之处的啊。所以呢，在所有的侵略过后，所有的这个它仍然是能这个复兴的。在全世界来说，除了中国没有别的民族了，因为中国现在是世界整个的这种文明当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了啊。其他的文明，其他的古代文明都中断了，只有中国是没有中断。而且呢，它无论碰到多大的危难，仍然能够复兴，就证明它有这个文化里头有极强的张力，而且呢，它有极大的智慧。所以不是说中国和大家不一样，中国就是错的啊。这个对错呢，不在于人多，不是说人多的地方就安全，对吧？所以我觉得全世界呢，这是我们中国的特色啊。我觉得随着中国将来的一个世界地位的一个发展的话呢，其实全世界呢都应该来真正的去考虑一下，人家这样做里头是不是有智慧啊？所以我每次和学生这么讲，他们都原来是这样的。对呀，就是我在我家安了一道防盗门，你说你干涉了我，请问你要干什么？你是谁？然后我们学生就说 faith， 就这样的。对，我就这样看的。赵老师您很有智慧，这段解释也很精辟，谢谢。我们一定把它翻译成英文，让更多的美国学生就本来就是西方的学生能够理解，都是有道理的。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是有一个度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是不可无的啊。我还告诉学生，我说我们自己做君子，但是君子不是傻瓜。我不去害别人，中国一定不会去。我说再说呢，你对美国学生来说，你看你们要稍微有点屏蔽的话，你何至于现在呢？你又说某某国家干涉我们的选举了，你不是也受害了吗？对不对呀？所以说是呢，吃一堑长一智啊，这是一个人应该有的。真正聪明的人是看到别人吃亏，自己就要长这个智。我看到那么多的国家都已经颜色革命要被颠覆，马上这个洪水就过来了，难道我什么措施都不采取？难道我是傻瓜吗？对吧？中国是有这个智慧的。无论你说什么，我要先保证我自己的安全啊。一个国家没有政治的安全，其他的安全都谈不上。好，谢谢。